马克思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当然也是众说纷纭，左派和右派的评价更是两极对立。这个左右之分是政治学到现在为止一直在使用的基本分析工具。所以呢，我们不能不对左和右先做一个基础性的说明。这又要从左翼，或者叫左派和社会主义说起，同时还牵涉到5个国际。先讲讲4个左翼。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存在着激进和保守、造反和改良的分野，但是左派和右派这个称呼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3级会议这时候才出现的。在这之后，通常都把主张革命和进步的激进力量称作左翼、左派，主张秩序和稳定的保守力量称作右翼、右派。近代西方的3大政治社会思潮当中，社会主义属于左翼，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属于右翼。自由主义呢又比保守主义靠中间一点。但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较，仍然是属于右派、右翼。社会主义左派又分为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中左包括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派别，极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但是呢，中左和极左不是截然二分的。简单的说，在长远目标方面，这两者基本是一致的，都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甚至是敌视的立场，都向往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集体主义的乌托邦。但是在实现目标的手段、策略、方法和实操方案方面分歧就很大了。中左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至少是在表面上。上面这个目标和手段的划分非常重要，可是呢，被历来的研究者忽视了，由此就导致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误判。中左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也叫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社会民主主义它更强调社会主义的部分，民主社会主义更强调民主的部分，基本上差不太多，不用管它内部的这种微小的差别。中左社会民主主义是当前西方左派的主流。它的核心主张是：第一，追求更大的平等，更多的多数穷人的权益，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怀疑、疏远甚至排斥对多数人权利有所防范限制的自由宪政。第二，不信任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推进国有化。第三，主张国家兴办社会福利，国家干预教育。第四，同情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第五，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或者所谓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等等。在冷战期间，西方各国当中，欧洲国家普遍实行中右加中左的政党模式。所谓中右是指接纳了一部分社会主义主张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左翼，偏左一点的自由主义，但是还是属于右翼，所以把它叫中右。中左呢，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加上民主党的偏左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右翼加上中右。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美国语境当中，自由派是和左派混为一谈的，基本等同于社会主义和左派。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民情普遍的厌恶社会主义，因此左派就只能混在自由主义的队伍当中，不敢公开地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奥巴马执政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民主党开始公开地向左翼甚至是极左靠拢。好，1995年，芬兰的左翼联盟，它的前身就是芬兰共产党。他们有一个新纲领，在其中提出了3个左翼的概念，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把它改进为4个左翼。第一左翼是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产生的，它的目的是在于促进所有的公民都享有民主权利，具体的体现就是全民的普选，但它的实际后果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法国还处于贵族封建制和王权专制相混合的所谓等级封建制，这个概念很重要。马克思对于所谓封建的理解，基本就是对于这个时代的那个现状的理解，并不是这个时候封建已经开始衰败了，开始向王权专制过渡了，是这2种因素的一种混合。这个时候工业化刚刚起步，近代资产阶级、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形成，所以革命的主体是激进文人和城乡平民。所以法国大革命严格的说来不应该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第一左翼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第二左翼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了。它是工业社会来临之后才产生的，以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为主体，就是所谓工人运动。它的国际组织是第1、第2和第5国际，这是国际工运，也就是国际工人运动，不是国际共运。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到其中，他们接力把劳工运动引向他们的极左激进方向之后，国际工运才或多或少接受了他们的一些影响。这2者就很难截然的区分了。但国际工运和国际共运毕竟是2码事。冷战揭幕以后，2大阵营敌意越来越深，这2者的区分才比较明显了。到冷战结束，西方国家和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得已改换门庭，投入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门下，这2者又开始合流。所以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区分冷战时期的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冷战结束之后的新派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好，那么第3左翼是什么呢？第3左翼就是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列主义。这是10月革命之后1919年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从第2国际分裂出来，然后另行组织的第3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所领导的国际共运。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是他的支部，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指令。然后列宁死后，从第3国际又分裂出第4国际。这是托洛茨基流亡海外之后组建的所谓托派国际。第3和第4国际是国际共运，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才是严守马克思革命精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国际共运不是国际公运。
前面那个国际公运是极左，后边这个国际公运是中左。其实这么说也是有点太简化国际公运其实是非常混杂的。好，那什么是第四左翼？这是冷战落幕之后才形成的，因为冷战加剧了第二和第三左翼的区隔对立。第二左翼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三左翼就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冷战加剧了第二和第三左翼的区隔和对立。第二左翼暂时加盟到西方阵营里边，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形成了中左加中右，既竞争又合作，轮流执政的这么一种混合制度。它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相对抗。到冷战以后，苏联解体了，各国共产党随之土崩瓦解。目前仅存只有5个共产党国家，就是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除了朝鲜之外，其他4国也都先后改革开放，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以马列主义为底色。只有朝鲜还是也不能叫做马列主义了马列主义还是他们的底色，但是呢，他们公开的主张叫做主体思想。北朝鲜甚至从党纲里头把马列主义整个都给剔除了。所以主体思想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朝鲜劳动党，我们要独立自主，我们不受任何人的指挥和影响他们反对所谓叫事大主义，事大就是侍奉大国。那么除了这5国之外，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不得已就隐藏起真面目，投入了中左社会民主主义的营垒，这2者就合流了，然后再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左派一起，就构成了第四左翼。这个第四左翼成分极为复杂，包容了宣称独立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2大正统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他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流派。比如说后现代主义，比如说新社会运动等等，五花八门各种面目模糊的左翼流派组成这个第四左翼。